今的少林武僧流落街头，打算靠人肉沙包买车买房，结果下一秒交税呀！个人所得税50文钱，善用官地税50文钱，娱乐事业税50文钱，一共是150文钱。听到这种霸王条款，君宝理都不理，转身就要走。可天宝却一脸谄媚，将钱全部交了出去。他不想再过工人取乐、被踩在脚下捡钱的贫苦日子。对于他来说，眼前官爷如今就是最好的攀附机会。于是不仅拍起了官爷马屁，还自愿讨打，放低姿态赢得了官爷欢心。在得到编制从军后，他想让君宝跟他一起去参军，但君宝自幼无欲无求，并且对官兵欺压百姓作风极为反感，便拒绝了和天宝一起从军。可即便如此，天宝还是对好兄弟许下承诺，等我做了大官，一定会来找你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真心待你的兄弟，在现实中已经不多见了。君宝一人回到客栈后，见被负心汉抛弃的秋雪正抱着个大酒坛在狂炫买醉，他赶紧一拳打破酒坛，劝说秋雪凡事想开一点。可秋雪非但不听，还顺手拿起酒坛猛砸君宝。好在君宝练过铁头功，这点伤害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等酒坛被拳砸完后，他反手就是一巴掌，接着化身哲学大师。过去只是人生经历，而不是一种负担。你再这样下去，受伤害的是你自己。一席话说的秋雪幡然醒悟，终于重拾信心，和君宝一起在客栈住了下来。两人白天在店里帮工，晚上练功闲谈琐事，小生活也算过得惬意温馨。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又遇到官兵来店里收税，并且这一次直接翻了10倍。君宝觉得不合理，只是随意抱怨了一句，便被官兵扣上了反朝廷的帽子。接着他们将一个馒头踩得稀碎，强行塞进了君宝嘴里，并且还让君宝跪下磕30个响头赔罪。收税明抢也就罢了，现在又对君宝进行人格践踏。一旁的秋雪再也忍不住了，率先出手打破僵局，而君宝也瞬间做出反击，将馒头塞进为首官兵嘴中。客栈其他人见状，赶紧关闭所有门窗通道，不准备让一个官兵活着离开。因为店里这些人本身就是些劫富济贫的侠盗，本想着忍一忍这事就过去了，结果官兵却一而再的得寸进尺。侠盗们索性不再隐藏实力，拿起武器开始奋力反击，再加上有君宝这位高手在，场上局势基本就是一边倒的形势。仅仅1分钟，大部分官兵全葬身在君宝的铁头之下。可不料在清理房屋时，带头官兵居然诈死，趁机跳出窗外后骑马逃向军营。君宝立马策马在后面狂追，他深知一旦被对方成功跑掉，客栈势必会迎来灭顶之灾。但两人一前一后，始终都只差那么一点距离。眼看军营就在前方，天宝突然出现必经之路上，官兵见是自己人，立马上前让天宝拦住后面尾巴。不过他没想到自己话音刚落，就被天宝给抹了脖子。毕竟人家可是从小到大的好兄弟，再怎么样，天宝也要想办法护着。处理尸体时，天宝再次邀请君宝加入军营，开导他不要窝在客栈那个狭小空间，从而丧失了斗志。好男儿要志在四方才行。可君宝却表示非常喜欢现在逍遥自在的生活，还劝天宝混不下去了就回来找他。我喜欢现在的生活，可以认识这个世界。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得到。相比君宝的不求上进、混吃等死，天宝这种务实派遍布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角落落，只要自身足够优秀，抓住机会就能一鸣惊人。终于在这天的比武大赛上，天宝自告奋勇，公然越级挑战上司，一人独占军营8大高手，想以此在刘瑾面前展现武功高强的一面，好为自己谋一条康庄大道。而果不其然，天宝的狠劲以及超强武艺，立即让刘瑾对他刮目相看。可考虑到天宝只是个新兵，还没有什么立功战绩，刘瑾担心将他提拔到高位上会有人不服，便暗示天宝先做出一点军功出来，能一步登天，又能讨刘瑾欢心的军功。天宝立马想到了一条，于是他急匆匆找到君宝他们，说前几天杀官兵之事已经暴露，带着一行人偷偷溜出了客栈。而客栈老板为了销毁证据，被尾随而至的刘瑾抓了正着，当即下令处死了老板。目睹了这一幕的众人怒火中烧，在天宝的提议下，准备联络其他义士，趁明天大部队练兵军营空虚之时，由他作为内应，合力将刘瑾给暗杀了，为民除害。第二天军营果然戒备松懈，众人轻轻松松就摸到了大帐跟前。可就在他们以为胜券在握时，大帐里以及四面八方突然涌出无数官兵围住众人，天宝更是率先动手，砍死2名义士后，继续向着其余义士大打出手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一切都是天宝设的局，目的就是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一时间场上咒骂声不断，向着周围士兵发起反扑。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众人很快被四面八方的枪矛刺中，一个个带着怨恨相继倒下。道长见情况不对，则赶紧躺在地上装死。如今场上只有君宝、秋雪和几个高手还在苦苦坚持，但武功再高也架不住人海战术。好在这时道长趁机摸到外围，骑上快马丢出绳子搭救君宝2人，结果秋雪身上的束带断裂，只有君宝越过人群落在了马上，和道长快速逃离了军营。而经此一役，天宝被提拔为锦衣卫镇抚司，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晚上他和小冬瓜分享喜悦，可小冬瓜不仅冷眼相向，还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向，怒斥他为了权力竟然出卖从小到大的兄弟。不料这一幕刚好被刘瑾看见。公公，内一时冲动，请公公原谅。你怎么可以收留一个叛党在军营里？你这个镇抚使是怎么干的？
我之所以会成功，就是不需要这些臭女人。不过我没叫你杀了她。公公不喜欢女人，我怎么可以为女人耽误大事？至此，天宝彻底黑化，走上了一条极端的不归路。只要有人阻拦他的前程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掉。可面对昔日的兄弟，他还是做出了妥协。他放出消息，让君宝单枪匹马来救秋雪。等见面时，他再次邀请君宝加入军营，还说入职的路已经为其铺好，只要君宝点头，进来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。可奈何君宝依旧不为所动，并表示还要为死去的人报仇雪恨。既然说不通，天宝只能选择动手。两人都师出少林，虽然平日里所学武功招式一样，不过由于天宝打小争强好胜，背地里偷学了不少其他功夫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君宝不敌被一刀劈中肩膀。君宝，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是你自己逼我们兄弟相残的。君宝，你打不过我的，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，小偷乱我都杀，再是一个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正如天宝所说，君宝根本不是自己对手，而君宝也深知这一点。于是双方再次交手，他一直寻找机会先救人，终于在挨了一刀后，他瞅准机会砍断了绑着秋雪的绳子。接着在天宝袭来之际，秋雪踢飞地上木棍阻拦，抱着天宝逃离了此地。